，Good job， 小心小心，交。太帅了！2020我生病，我甲状腺亢进爆发。不过在中间，其实越野跑运动，大自然也带给我很重要的帮助。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去山上去敞勘、砍树啊，干嘛？我可以走10公里都没有问题。我在平地跑步没有办法超过4K， 可是我在山上我可以慢慢移动，跑走，可以完成比较长的距离。我说啊，好舒服。也同时一样拿下男总一的资格，恭喜恭喜！2009开始正式进到越野跑领域，16年了。这中间过程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这个运动，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那越野跑它比较丰富，它有没有那么多的局限？我喜欢那一种自由的感觉。2018年开始接触 Xterra， 所以2018、2019算是我的 Xterra 年，就是我们在台湾 Xterra 越野田3项有3个 Pro， 就3个职业选手，我是其中一个。19年我就完成了 Xterra 的亚洲锦标赛巡回赛，所以那时候参加了台湾啊、日本啊、大溪地、大陆那时候完成了4场的比赛，然后在整个年度的积分拿到全球第5名。对，2019算是我主要都是在 Xterra 这个项目上做准备，我就没有那么 focus 在专项的越野跑。2020我生病，我甲状腺亢进爆发，5月开始发病，然后之后那一年我几乎都没有办法比赛，就状态是很不好的。当时候其实也蛮严重的当时候心率是非常高的，就是我正常安静心率是40出嘛，甲状腺亢进的时候，早上起来安静率躺在床上就是80，一倍，所以那时候心脏它就是衰竭现象嘛，就是它会变大，就心肌会变大，变大，但是它收缩没力，对啊，所以安静心率很高，然后基础代谢就非常高，人就会暴瘦，然后几乎没有办法训练。然后那时候我在体育场跑步，我没有办法连续跑超过4公里，就是很慢的慢跑，6分速这样，就没有跑不下去。我记得那时候跑三丁山，我从 7 都还没跑到山径，就是跑1公里我就不行了，就折返了，就跑不上去了。慧婷，阿远，恭喜啊！信哥，你要等火炎了。对啊，再刷一波。那你昨天这样下来，还是状态还是很好？要死好不好？真的假的？完全追不到你。没有啦，太强了，被戏啊！真的太强了。没有啦，它太难了，然后那个石头很尖，这真的很难啊。其实我觉得我们70K 最难就是那个，不是对窝尾，就这边上去之后那一段很崩溃，我会有一点呛掉了。怎样？对，我想在上面看一下选手，待会见，拜拜。其实我觉得在谷关办赛事不容易啦，坦白讲，因为它毕竟地处比较偏远。对，然后再来就是谷关真的比较难，就它的那种地质啊，就是它石头是尖的石块这样子，所以长距离还好，短距离的话相对风险就大很多，它很容易扭到脚啊，还是跌倒这样。对，昨天今天都看到有些选手挂彩，它真的比较难，所以我觉得站在主办单位推广的立场，
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啦，就是要能够经营下去不亏钱。我是觉得不太容易的。这么说好了，就是过去也跑10来年了嘛，那也蛮意外，就是自己跑的成绩还不错。那也在第1年的时候，就是 WNTRC 第1届的时候当选国手嘛。那我自己觉得说，这10年来之间呢，我觉得说自己当选手，其实这是我人生中意外的收获，有形和无形的回馈给我。那我觉得说啊，我自己也受之有愧。我觉得说我应该要付出一些东西，自己能力。那过去我自己本身也是办大肚山越野，那办了几年下来，我觉得说，今天我在当选手跟超马协会互动的情况下，他们也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能量，我觉得我有一点能量，那我们就一起来把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说，有这个契机，不知道能走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我尽一己之力，就是说，我自己当选手的经验我看过，国外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常出国，每年也都会有出国比赛的经验和机会。那第二个是我有办赛事的经验。那我觉得说，总归的这个东西是我尝试，如果说把国外我们出去参加大赛，他们的强度、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需求，我把它模拟在台湾，然后推广。然后让新进来的新血可以更接受我跟超马协会，我承办超马协会要求的赛事。那选手也相信我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身负重任，那应该要承担这个东西是来做一个起个头。未来说不定有其他的选手会来承办这个活动，未来也可能再送更多新的新血上去。但我觉得这是对整个野跑圈好的。我去年2场100K，UTMSEC 跟济州岛跑完回来，跟被卡车撞到一样，真的。那叫，加油 ！Good job， 叫。这是第1名嘛？应该是第1名哦，好意外哦，我有第1名啊。竟然不是阿俊，我跟他不熟啊，不认识。明天要去中等诊所调一调，拿个药，而且我还要备战火焰战，哈哈，没事的，再刷一波。这个比赛的负荷，如果说我可以扛下来，我可以吃下来的话，它就会让我变强；但我吃不下来，它就会让我受伤。训练像吃大餐一样啊。就是，哇，杰凯不得了了 ，Good job， 小心，加油！太帅了，对啊，好快哦，哇，他那一步好帅哦，以恋爱，哇，来。小心加，伟成第3名，加油 ！Good job！ 快到了，真快到了！最后一段要注意安全哦！快出去了，加油！啊，好棒哦！我们有一个伙伴选上了第3，对，大3吧，半马百捷，因今日选国手啊，好，谢谢。因今日选国手啊，6，加油！再拼一下，不远，还有机会。风凉话，没有，不是风凉话，是今天啊，这个一点而已啊。因今日6点起跑啊，已经较唔免2点钟就往回啊。安尼哦，我可惜，我看你下坡之鬼讲。对啊，我嘛看到下坡之鬼，你也比较奇怪。哦。我多了，他们前面太快了。是哦。没啦，你
你路行甲因交给啊。但是我们想，哦，Good job， 一稳，好很好，加油，教练上，加油，加油！Good job，教，快到了，加油！北汉加油！快到了，加油！我跑超好了，加油！上亿加油！不得了，上亿加油！北汉加油！快到了。对，贝汉是我们的学生，但是上亿是我私教的学生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加油！哇，前面2个年轻人在差不多100公尺不到，哎呀，好，好啦，加油，推你一把，哎呀 ，OK， 加油，上，好刺激哦！看比赛有看比赛的刺激。反正总而言之，从不乖乖吃药到后来也是乖乖吃药。不过在中间，其实越野跑运动，大自然也带给我很重要的帮助。我刚才说我在平路我没有办法连续跑超过10公里，可是那一年我还要工作嘛，我是教练，那是我主要的工作。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跟深跑，我们有一个合作是那个 Hutu Coast 有一个比赛的训练营，然后有几场在山上，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去山上。去场砍树啊，干嘛？我可以走10公里都没有问题。我在平地跑步我没有办法超过4K， 可是我在山上我可以慢慢移动，跑走，我可以完成比较长的距离。我说啊，好舒服，这是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的状态。这样，我也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啦，就是透过运动赛事去检视我自己健康恢复的状态。所以我人生第一次马拉松跑到5个半小时。就是那一年去跑11月的时候跑那个阿里山马拉松我才知道原来5个半小时也不简单，你要看不起啊，5个半小时用走的也可以5个半小时，真的用走你要走5个半还不简单呢，对啊。不过我隔1个月12月我去跑台北马，就跑到3一级了，从5个半到3一级1个月，所以其实我还是有底子的，就是入冬身体状态慢慢变得比较稳定，然后开始有在服药，就慢慢回来，然后2021就正式回归。不过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认识身体，一直在认识甲状腺亢进这个事情，对啊，所以其实也介入很多的医疗啦，包含像功能医学的检测啊、营养补充品的补充啊、身心健康的连结啊，更多的很多的学习，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事情都一体两面啊。就甲状腺亢进也带给我很大的学习，如果没有这个，我也不会学到这么多东西。刚刚那个女生也是你们的？我们的伙伴，她拿第1名。哇！她多大？大3的样子。哇，你们这一批潜力新星呢？那你跑超好的，加油！第2。对啊。他也是你们的学生吗？他昨天就来了。对啊，跟他妈妈。加油！啊 ，Good job， 敏慧加油！第3名哦。对啊，对，女生前3名都是跨界的伙伴。包牌耶！包牌，好棒哦！年轻新星真的很棒。我们开放我们的课程，让学生自由来上课，就是来学习这样。然后团练就是像周间的早上在台北有团练，那就是看伙伴自己就是想来就来，对啊。敏慧、佩伦，对兰妮有他们都有来，对啊。敏慧就很认真哦，敏慧很认真。第3个，他礼拜1都去上Leo教练的肌力课，他知道他自己肌力比较弱，后来他妈妈还报名他自费报名Leo的课程，对啊，加油！
来，加油 ，Good job， 快到了，快到了，加油！啊，越野跑是对这些专项的选手来讲比较新的运动，所以能够从课程切入，他们会比较能够完整认识这个运动。你一开始参加比赛，如果没有准备，没有上课，会不知所以然，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准备。对啊，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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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加油！不是，会来了。加油加油 ！Good job， 拜拜！加油加油！靠里面，靠里面。跑得超好的，加油加油加油！哟，哇哇哇！天哪！我下去，我下去。哎，等你们去看一下。哎，还好吗？还好吗？贵哥，你还好吧？还好 ，OK， 好。反了一下，OK， 小心哦，小心哦。哎，你也来哦？你来看。哎，你也来观赛啊？啊，你这次怎么没比？还是你比火焰赛？没有，其实报40K，然后忘记掉。OK 哦，你可以来的时候再重割脚，我可以限脚吗？没有啦，就没有本来就没有当这个目标。哦，分享一点点给就是跨界野型的伙伴，或者是说想尝试越野跑领域的新手的建议，这样子，就是真的一开始不要选太难的路线，不要选太技术的路线。因为受伤的风险太高了。其实我自己在练习很少找很技术的路线，我都是找可跑性高的路线去跑，而且我不厌其烦的都是跑差不多的路线。我其实比较少去，除非我工作我要去场勘，不然其实我很少会去探索新的路线，要么工作要么比赛，所以比赛常是我体验一条新路线的一个方式。那同样的路线练习就会越来越熟悉。对啊，那其实就算是同样路线，一年四季长得也不一样啊。下雨天没有下雨，出太阳的时候，有时候有云海，有时候没有云海。其实，在大自然跑起来，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有不一样的景况，都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越野跑也调剂我的生活啦，然后我的生活也返回来去强化了我在越野跑这项运动上的心智。我觉得相辅相成，对我来讲蛮好的。对，最后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运动这个事情，或者是运动员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在不断追求突破的过程当中，随着生活的历程的变换，然后角色的变换，然后以及人生到不同的阶段，甚至是年岁，或是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不是那么容易一直能够维持在巅峰的状态。但运动员就是要一直努力去 push 自己往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强迫我有很多的学习，不管是技术上啊、硬体上啊或软体上，我觉得借势练心吧，蛮好的。不过，以台湾应该说以亚洲人啊，亚洲人在就越野跑这个领域比较能够出头，其实也是长距离而已。短距离我觉得太吃身体的素质，譬如说骨架啊，就结构啊，不可否认，我觉得欧洲人骨架比较粗，然后脚踝比较强壮，比较耐这种冲击。所以短距离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就是用很夸张的速度去飙，对啊。亚洲人比较纤细一点，所以比较适合耐力。那我也发现说，我们长距离这一块确实是可以练，对啊，虽然蛮辛苦的，不过，我觉得我可能今年也还是有机会再找个国外的100K 玩啊。那个啦，那个泰国清迈，不过太久了，12月，我怕我会忍不住再报一场，来吧。
下午温度比较小。Hey, what's up? Even TK? 加油 It's my old power 好吧，加油吧。不错不错，这大米过来，这边好吗 ？Chips。第一个其实等一下都会选到，第一个是不小的，第二个是。已经要开了，我要拜托你一定要开，因为你很重要。开得到了。我第一次这么希望你狂开。谢谢。还好，上礼拜有来走一趟，慢慢走，把路线看清楚。我等一下想说再去登山口那边看一下，毕竟不是来很多趟，在等一下热身的时候再去适应一下起跑的时候那种。不过我觉得我上礼拜确实是算蛮用力跑的，然后对啊，很用力跑啊，所以其实也是确实是有一些疲劳。不过我原本预期就是要很认真跑，当做训练，然后好好做恢复，希望可以把上礼拜那一餐，就是那个训练当做一次的大补铁大餐，把强度拉起来，然后把它吸收好，成为这一次比赛的养分。这样不一样，跟大肚山一模一样。都是那种和软石。集合，快要准备开始了。选手集合。啊，耀应该也在附近。来，有招式要公布哦。那个选手往前靠，不要客气了，好吗？第一个是没有强制装备。但是有2个务必要带到，第一个就是你的号码布，第二个就是你们晶片。你们晶片呢可以放在口袋，但是快到3角点前就务必拿出来 stand by 要扫晶片，也确保你们放的位置不会丢掉。那我们有保险机制，我们有双系统，我们有人工登记，所以这也不用担心。但是晶片务必要带，好不好？然后第二个是你们结束的时候，请务必先集结以后，不要用折返的方式下山。我们有另外一边一条路下山过去，我们的志工会指引，然后部分选手，比如说头哥知道另外一条路到土地公下，不要说沿路折返跟选手有冲撞的疑虑。OK。哎呀，尽全力了。尽全力。对啊，今天很干哦，我出去其实就开很快，所以跑到我在想，可能1/3肺就蛮痛的了，因为今天比较干。我发现蛮多选手都跟我一样，就跑到后面哇很干，汹涌很多，因为非常认真在跑。2745，卢德太阳，有，太帅了，太帅了，恭喜恭喜！第一个，时间是27:49，可能有几秒的误差。对啊，然后他这个路线也比较特别一点，它不是那么完全纯的登高，它
有上，然后又有下，又上又下，又上又下，所以那种肌群的转换、肌肉力量的转换，是蛮考验的。我唯一就热身之后跌倒一下，对啊，但是比正式比赛还好啦。对，周先第2，那他很厉害，他上礼拜跑万金石，然后最近又没有什么练太多的山路，又有带伤，可以跑这样，我一直觉得他真的很强，底子真的很硬，很厉害。有啊，少奇真的很厉害，他已经追上前辈了。哎呀，跑多少啊？28尾，2857，太强了。跟高组的伙伴能力也很不错，相当有潜力。对我第一次跟他练习的时候，就嗅到那一种登高选手的味道。有时候当运动员久了，对那种人的气场就会比较敏锐一点。这个人厉不厉害，有时候跟他跑一下，跟他热身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有感觉他厉不厉害，是什么样特性的选手。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对啊，他很有潜力。果然，哎呀，上礼拜前几天收到铁哥的讯息，因为我有把那年轻人 pass 给铁哥，就是请铁哥多多 take care 他，他们也住得蛮近的。我也 pass 给铁哥啦，铁哥就传讯息跟我说，最近状态很不错，哎呀，真的有就是实力越来越好，这样，我听得也蛮开心。其实我很看好他，对，我休息一下，然后去买个那个润喉的，觉得哇喉咙太干，肺会有一种撕裂痛，这种跟101跑完超像的，101跑完也是这种感觉。也是肺会紧的感觉。今天超级竞争的，少奇跟阿俊差1秒，没有，好像不到1秒，0.6秒，0.6秒，好，30秒放一个差0.6秒。那女子1、2名说差1秒，女子也是，太夸张了，很竞争哎，都有，激励心肺，你就是要往激励心肺，然后非常专注，因为它很短的时间，所以上下都是要 push 到极点。那下坡一定是要看准，然后人就要下去，脚就要下去，看好踩点下去，马上然后又接着上坡，又要再冲上去，一定要看路啊！那不可能说熟悉到不用看路的啊，没那个事情。那山上路况一直都在变。你就是要找那个石头跟石头中间那个平的地方踩，完全没有补给可言的。我们不补给的，就是20-30分钟要结束的比赛，就是一定是尽力冲上去的。谢谢大家，很感动，大家这样子来帮我加油。下午还有一场，就是再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对啊，去换个衣服，调整一下。其实上午的比赛结束之后，下午心情是真的比较放松一些。不过起跑之后我还是很认真的跑啦。而其实我第一圈我觉得还是快了一些，可能还留有一些早上的记忆，跑起来还是比较冲一些。可是我就觉得哇，那个早上的疲劳在大概不到1/3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所以确实还是推得蛮辛苦的，就是很喘，然后一直到第一圈的下坡，我才让自己比较放松一点，就是顺着那个下坡的节奏跑。对，不过第2圈就很辛苦了。我这样子感觉起来，应该大家第2圈都比较辛苦，因为第1圈那种30秒放一个的这样子的计时氛围啊，就很容易让人想要去追击前面的选手。可能第1圈都会比较快一些。
第二圈就是真的要看谁能够撑下去。今天真的也比较热，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有再带几颗电解质锭，可能会好一点。对，因为我其实果胶里面已经有一些电解质的成分了，不过我后面还是有一些抽筋跑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抽筋跟电解质有关，因为它不是在局部而已，它有点弥漫性的。对，不过 anyway， 我是在最后的快要攻顶的时候开始有快抽起来的现象。那下坡我就一直祷告然后让自己放松想办法就是剩下，我就想大概剩10分钟的时间，我一定要能够 safe， 不要整个大抽起来。所以他就在那个边缘让我完成这个比赛。当然是很满意的，因为我尽全力了。哇，天差地远，完全不一样。因为法尔威我是比70公里的比赛，而且五官的容错率更加低，要在13个小时的时间都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专注的，因为它的石头是尖的，所以一个不小心闪神，它就是很容易会受伤，而且那个受伤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石头又尖，然后又硬。那这边全部都是鹅卵石的地形，它叫这个地质叫头科3层，就是都是鹅卵石，然后红土去构成的这种结构，所以它石头比较圆一点，对我来讲比较容易一点点。但是当然因为比赛的状态不一样，这个我是比登高跟起降组，那距离都是很短的比赛，所以其实张力也非常高。我们讲以生理学来讲，就是能量系统完全不一样的。在法尔威是可以讲，大部分是可以说话的那种强度，可这个是从头到尾都是很高的心率在推进。目前这里高速回到我们的会场。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今天的双总1江晏庆！恭喜登高赛早上已经经过强度非常高的登高赛现在极速起降组也同时一样拿下男总1的资格，恭喜恭喜！我们31号的日韩也很棒5000绕圈赛的日韩。今天才刚比完赛，我会给自己一个周期。稍微调整一下，进场保养然后把一些比较弱的地方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我会给自己一个周期，稍微调整一下，我把它叫做准备期就是把自己一些伤调理好一点，然后强化一些弱项，做一些交叉训练。接下来我有安排一场路跑赛，我很久没跑路跑赛了，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跑公路，也让我脚踝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大概5月吧，接下来现在3月嘛，4月、5月开始准备进入到越野跑专项的练习，5月开始进入到越野跑的训练，准备9月份的世锦赛。不过我还在思考，我要比登高还是起降，很有可能会比起降啦。其实我比较考量的点是。我很希望我们跨界野行的同学们至少有一位男生可以去到世锦赛。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登高比较有机会吧，就看年轻选手哪个组别比较有机会啦。那我就来看看我要选哪一个组别。那当然好像长距离有机会报公开组，所以我有可能也会考虑，我不确定。所以还在想，不过这都还有时间思考。我想这一次整个 team 出去到国外，应该是台湾一定是台湾有史以来在越野跑这个领域水平最高的，就是阵容最坚强的一次的一团。那也要谢谢主办单位。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当然我也是尽我所能的，希望可以把能力再 push 上去。我一直有一个目标啦，就是我很希望试试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 PI 突破到800
800以上，800还是一个精英选手跟一般市民跑者的分水岭。对，我还有一点点距离，也不是那么容易，但试试看，希望能够让自己是比较有竞争力进到国际舞台的。人生就可以不设限啊。像我自己，我会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从来就是身体就是体弱多病的小时候的身材，到我发现我可以玩超长距离这个状态。那找到在游走山林之间找到心中的平静，是我难得的。那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不在于核心，还是不在于成绩，而是你人生的一环。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那就是代表你的你人生的选择，你的个性，你的 style。那我觉得就是由衷的去挑战它看看。第一次其实不见得如你所愿。如果像我们玩超长距离，不见得如你所愿，你可以尝试第3次、第2次、第3次，只要在你身心都舒畅的情况下，不妨再换个方式去试看看。我觉得人生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出来，是你想象不到。我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自己没想到我可以玩超长距离，那自己给自己机会玩了长距离，或许在台湾的野跑圈，还是在这个生态让大家认识我，我会觉得很感谢。真的怎么那么多人认识我？但我也给自己机会，是1、2年就出国比赛一次，让自己增广见闻，把国外的东西带进来。我觉得是过去比较难得的。其实过去10年来，常参赛、出国参赛人不多，但这2年来，年轻的选手还蛮肯投资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啦。未来的2、3年内，有这么正向的能量，我们把它更多的优秀选手参加世锦赛，更多的优秀选手自己出国参加百 UTMB 赛事也好，其他赛事也好，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野跑圈在近2年的实力应该是会有明显的提升的，这是我蛮正向的看法。所以这一次世锦赛我受选拔的，我很谢谢 Danny 啦，就是从发尔卫前，然后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发尔卫跟着13个多小时以上，然后火焰山今天要来加班1整天，对，好快啊，就是好像才刚发生，刚去古关没多久，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碰面了。完全没有想到的剧本，我觉得很好啦，就是很不一样的旅程。所以这个就是运动对我来讲很有趣的事情，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展。当然我很珍惜现在状态好的时候，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表现得这么好，对啊，然后也会有这是周青受伤嘛，所以他也很辛苦啦，真的，因为我看到他早上跑完脚一跛一跛的，还可以跑这么快拿第2名，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然后还有这些年轻的选手也很厉害。然后这一次起降组第2名的永正哥，他是上一届的国手，上一届比登高赛的国手。那看来今年还是很有机会选上国手，非常厉害。因为他上一次要能够选上，这一次又能够选上，表示说他在这2年的时间都没有懈怠。他自己是铁工，然后又有一个他太太又有开早餐店，他假日或者他有空还会去帮忙，对啊，然后也有孩子，而且他年纪也是有一些了，他好像72还是72年次的吧，也40岁左右，40出头岁了，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些然后还有年轻人，对啊，这些都很厉害，我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比赛，然后有机会一起出国去挑战这样。那再来就是台湾很适合做越野跑运动，因为很方便不管在哪里，你就是其实都还蛮容易特别是像台北台中新竹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很容易去到一个郊区做这样的练习。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对我而言，我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这项运动它当然会有一些风险，譬如说像扭到脚踝
这一次我们也不少伙伴因为上一次的比赛有受伤，那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在受伤之后却步的心情，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在越野跑领域大概10出头年了，从2009吧，2009开始正式进到越野跑领域，16年了。对啊，这中间过程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这个运动，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它里面有很多本质啊，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面。那越野跑它比较丰富，它又没有那么多的局限。我喜欢那一种自由的感觉。越野跑的训练比较不会让我有一个很死的框架在这个里面，它会让我比较放松。所以我有很多身份，就是在职场上，然后在运动员角色上，在家庭上，所以我要有时候越野跑运动对我来讲是蛮放松的事情。我如果累了，我可以不要跑，我在山上我可以用走的。但是如果是以前练长跑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停下来用走的，就是很奇怪。哎呀，就很像 loser 那种感觉。但越野跑不会啊，越野跑走路本来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你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就好好练走路。我觉得它太适合我了。